再向东4万里，便可抵达赵国。庙中无神，物是人非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岁月？这儿有个破庙啊，咱今晚就在这儿歇脚吧。走走走，将就一晚吧。哎呀，这鬼天气！庙里无僧禅意存，院内俗人扰清门。道友可是觉得被这些人破了雨夜意境？此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，我却看不穿他的修为，定不简单。不必紧张，在下墨志。阁下是山野之人，没什么称呼，唤我曾牛便是。哦，曾牛兄，不如你我2人在这雨夜论道一番，也不算辜负这番意境，如何？哎呀，曾牛兄真是修为惊人呐！若在下没看错，应是到了意境锁魂、云霄有望的境界了。什么他娘的锁魂啊，云霄的，那人莫不是疯了？阁下此言甚是，疯之一字用得甚好。若非疯狂，便难以体悟这天道之法；若非疯狂，又有谁会去求那长生之术？所谓天欲所得，必有所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句也没听明白。哎呀，曾兄可懂啊？莫兄字中玄机，在下不懂，但我却认为，疯字用的不好，不如用痴。妙啊！哎呀，我辈众人若是没了痴念，定然无法修成正果，圆那天道有损之令啊！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还真是个疯子！就是哎，疯疯癫癫，真是什么人都有。罢了，忘便忘了。在下墨志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曾牛。雨夜之美，在于意境，在于生生不息，这才是雨夜的美处，也是人生的味道。莫兄认为何为生？凡人常说生火，生火，想必这火便是生。那何为死？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他叫曾牛，说多少遍是？就是啊，我都记住了。自从在下感悟天道之后，这记忆每况愈下。曾牛兄见谅。冒昧一问，兄台感悟的是何种意境？兄台将意境展露于此，不怕我偷师了去？你有更高的追求，怎会拘泥于我这小小的意境？莫知兄自谦了，意境并无强弱。意境虽无强弱，但境界却有高低。获得意境无非2种方式：一是模仿他人意境，二是借天道悟出自身意境。虽2者都能化神，但境界差别巨大。前者无论是战力或潜力，都远不及后者。能感悟出自身意境之人，凤毛麟角。为达化神，他们只能出此下策。但你不同，曾牛兄日后必大有可为。
没错，这便是望境。哎，你铺盖呢？今日有无根水降，这洼地之水便是生；他日无根水失，这洼地之水便是死。此地神像在时，庙宇为生；如今神像消失，便是死。今日雨夜，我不看天，不看地，也不看雨，我看的是这雨的一生。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不懂便是不懂，好自为之。我苦思生死数十载，今日终于明悟：欲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，中间下落的过程便是人生。这便是生与死，这便是独属于我亡灵的生死意境。当年我在此地达到灵气大圆满境界，如今我便要于此地化身。现在分身已是元婴气大圆满，但本尊受极境所困，还停在结当后期。若想顺利化身，必须将二者分离，在我功法未达成之前，分身与本尊只能短时间融合。既如此，不如趁机各自修道，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；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既走古神之道，须先散功波及。我帮你。跌倒出机器了，继续。就是现在，不急。被炼制成法宝，似乎于我已无用。把杀气血珠给我。古神诀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恭喜，完成了古神第二次蜕变。但我不能在此久留，若有人发现我修古神之道，定会引来灭顶之灾。我将沉入大地，经历星球地心的考验。古神之道，注定孤独；先天之道，亦九死一生。
生死一境，看一看。天哪！师傅，我刚刚略觉心神震动，现在又突然天色异变，莫不是要出什么大事？有人在我族化神。究竟是何人在此化神？不知，但一定和赵国有渊源。据说化神之时，灵力不仅对父亲修士有极大帮助，就连周围的凡人都能因此获益，百利而无一害。入定调息。究竟何为修仙？凡人学会吞吐灵力，改造身体成为容器，完成入基。随后广纳天地灵力，将其压缩成金丹。此丹经灵力运化，诞生道婴。结婴成功，便有了与天斗的资格。但若想找到逆天之法，还需一把神兵利器，这便是天地之力。于是婴体感悟天道，退回元神，挥天地之力对抗天道。这就是以彼之道，幻师彼身。元神不灭，肉身永存。他化神成功了。莫兄所说的境界，我终于懂了。前辈可是我赵国之人，可否在此地定居100年，让赵国成为4级修真国，提升国力，以抵御外敌入侵？这体内经脉仿佛通透了一般。40年就到达筑基后期，不错。你是？还真以为吊起这木头，你就是我受伤的仙妻了。我来陪你。等你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但此时若知晓的太多，对你来说是一种痛苦。我虽无法在此地定居，但我在10个人体内种下了10颗由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的灵气种子。若有人能达到元婴后期，我自会前来点化成事。此物可保赵国免受同级修真国入侵3次，好自为之。多谢前辈。当年储物袋中的剑鞘，应该还在此处。找到了。
具鬼魅，不自量力，由生入死，由死转生。这化神期的挪移之术，却比瞬移强出不少。爹，娘，孩儿如今已经化神，等我突破应变，就能将司徒前辈唤醒。到那时，说不定就有复活你们的办法。再等等我。 若想突破应变，除了极其稀有的应变丹以外，仙界之气是唯一的办法。此次仙界之门开启，所有修士都虎视眈眈。哎呀，最近的拍品里啥好东西都没有，真扫兴。知足吧。 最近几大宗门四处搜刮宝贝，能剩下点就不错了。哎，四大宗门这是要……嘘，我听说他们要去仙界啊！雪域国一战，我几乎将法宝用尽。此次仙界之行，各宗门虎视眈眈，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 第一步就是重炼剑法。这是。 此物对你有用。竟能提高两手修为。在这儿等着，我去一趟虎神之地。 只要我不进入古神之地关卡内，托森应该就不会察觉。即便察觉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也定然可以提前离开。上次我在修梦海炼制剑幡，却引动天劫遭到重创。此术是古神体内自成一劫，天劫应该无法降临。 一个，若我猜测有误，天劫降临，唯一的剑幡怕是很难保住。
可若现在停下，进犯达不到小成，威力不够，仙界之行也起不到作用。赌一把。既然这古神之地无需顾虑天劫，不如继续叠加禁制。兴许进犯能一举达到中程，届时必定威力倍增。以我修为，这进藩离中程还是差了一步。也罢，此后进藩中程时引发的天劫，或可以成为我在生死关头的杀手锏。此法宝为混元取手圈，世间任何兽类都可为兽符操控。只是使用此物会耗损灵力，收服的兽类越强大，耗损灵力越高，需量力而行。若能再收服一只妖兽，也算意外之喜。若找不到，再离开也不迟。灵兽怎么都不见了？皇上！不对，这蛙兽不是皇兽，只是上品灵兽。能与皇兽一较高下，真不简单。这蛟龙好厉害，主子收了它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还无法收服皇兽，上品灵兽倒可一试，但能否在皇兽面前离开，就得拼一把了。若不想死，也不要挣扎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这蛙兽着实厉害，锁住的一瞬，体内灵力差点被他吸光。原来此兽就是雷蛙，混元驱兽圈应是定时吸收我体内的灵气，
维持灵兽的锁定状态。以后要提前输送灵力，否则一旦大斗中出现这种情况，危险至极。他俩怎么打起来了？够了！我要再次调息，都不得造次。都6天了，这两个家伙有完没完？完蛋了！主子醒醒啊！来了个大个的！以我的修为，恐怕难以制服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域外战场。今日是武文国域外战场通道开启之日，望我国众精英能抓住此次机会，让修为更上一层楼。多谢使者大人。这是这么多幽魂，域外战场崩塌了！怎么回事？那有人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位道友恐怕凶多吉少啊！晚辈孙文，参见前辈。参见前辈。参见前辈。此为何地？回前辈，是武文国。怎么看到此人，有种遇到家族老祖宗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如今进藩、灵兽、魔头与上古法器均已备好，就连那3把剑鞘都被我以元神击炼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。好了。这些年，那3把剑鞘先后开始祭炼，就连当年上古修士的法宝，也颇开了为我所用。可唯独在修魔海内得到的此物，
物，我一直看不透。你可得好好用老夫借你的草帽，否则怕是小命不保哟。爷，继续讲呀。继续。话说多年前的一场意外，却让众古仙惨死，仙界也化作无数碎片。可修士们并没有放弃。每当仙界之门再次开启，拿到鱼鼎的他们还是会一拥而上，寻找残存的宝藏。一掌竟能将仙界之门破坏至此，这原本应是一面完整的平台，受这一掌波及，便碎成这般模样。那个人该有何等神通？先在平台上打下禁制，再在其中设下恢复阵法，这样若在仙界受伤，出来后也能迅速调整自身状态。没想到此处平台还有这般作用。让开！道友，请离开此处平台，另选他处吧。是魔族。后期，对，此人修为莫测，不可得罪。小兄弟，来和我一起啊！怎么是他？这些还是找修为低的吧。区区化神初级，现在就暴露意境，不自量力。不过一看这小子就难缠，要不还是选他吧。这位道友，请离开此地，另选他处吧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雷霸！这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此鼎名回，在特定的区域，只要心念一动，
需1炷香的时间祭起后，便可离开仙界，回到所属修真星。这便是仙界。就这个吧。灵石，难不成这里的宫殿是通体用灵石造就的？可惜了。此地完好之时，该是何等的气派！仙界之气，比天地灵气精纯无数倍。谁料这仙界破碎，仙界之气也消散殆尽了。到底是何等神通，竟能将仙宫毁灭至此？当年仙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欲知第5仙王，自与天华仙师。哇，仅一个仙士的仙宫就如此豪华了，那仙王的居所得多气派呀！丰碑理应放在宫外，以示众人，而今却安在宫殿深处，实在蹊跷。此处有禁止波动。之气，仙界之气需用自身元神炼化，形成结晶，方可储存。住手！此地是我大罗剑宗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发现，你若一意孤行，大罗剑宗必将追杀到底。荒谬！这仙界之地，何时成了有主之物？去！大罗令剑，乃是大罗剑宗7剑之一的顶级武器，哪怕是同等级修士，也可用剑气斩杀敌人。此人明明看着不过化神初期，可光他这雷瓦，也是化神中期顶峰。究竟什么来头？仙界破碎，仙宫阵法虽然被毁坏，但多少还是有些运转功效。时间久了，会自动收集一些游离的仙界之气，转化为一丝纯洁的仙气。你大罗剑宗发现此事后，以石碑掩人耳目，每隔一段时间派人来此，固定采集。我说的可有错？不行，我不是此人的对手。这么一点仙气结晶，依然相当于几乎半个赵国所有灵力总和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全力以赴，拖他一时。师兄后，双剑齐降，你绝对无法走出这仙界之门。想跑？
送阵同行。这宗门好大的手笔！岂不知化神以上，元神不灭，肉身不死。你我同为化神初期，你灭不掉我。待我同门师兄赶上。此宝名曰赤金灵，曾是一名上古修士的本命法器，炼化元神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师兄弟，手下留情，放了我！无人进入魂血。完了！待他的储物袋到手，整个大罗剑宗的传送阵，岂不都为我们所用？主子高明啊！炼化此人元神还需时日，此事急不得。可惜了这些万年仙木，若是并未枯萎，每一个都相当于是万年之木，用以木雕，不知能增加多少倍威能。那是洞府。洞府虽然早被搬空，但这残留的仙人禁制，却对我有所裨益。将来依次打下第999组禁制，便可将锦幡炼成中成境界。此山存在已久，我必定不是第一个看到此字的人。但今时今日，此山依然存在。即便下面真的锁着仙人，也不是我能插手的。时日已到。哇！这么多极品灵石，主子，这下我们彻底发了！准备，拿命来！你早有准备。若非想保全这把剑，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宝剑里刻画的数百组禁制，与锦幡倒是异曲同工。我大罗剑宗共探得仙界碎片之地37个，其中均有门派传送点。凡持此剑，以极品灵石开阵，便可任意往来。此剑干系重大，绝不许落入他人之手。此处已然被彻底摧毁，完全不像是有仙界之气残留。大罗剑宗怎么会专门在此设置传送阵？太监，不然有人。知道了。今年不知有多少仙人。是啊。虽然栩栩如生，但却感觉不到任何生机，想必是某种幻象。这是往日的仙宫。仙子跟我共奏了一曲，怎么可能啊？这
九霄同罪，干！姐姐，带我一起。好似天地之力尽在手中，可以随意使用，便能产生无穷变化。这莫非就是仙术？以仙界强盛，怎会毁灭至此？何人放仙剑？手掌。仙人一剑，竟一闪天海。这场虽是幻境，或是机缘。一掌，仙界竟是被一掌毁灭。这洞内必有乾坤。有此宝在手，可以尽最快的速度吸收仙界之气。你的意境太弱。这是我的记忆和情感在变得麻木。红蝶，你爹娘即便进入轮回，也一直在你身后看着。我找到了仙宝。这仙术之灵倾手而出，是我获得仙宝的最好时机。